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本期我们解读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耶鲁大学科学家揭示了人类听觉系统中隐藏的特殊算法。研究发现，大脑在捕捉音调轨迹时，并没有使用传统的基频追踪理论。通过频率与时间的关联分析，证明了人类是利用正负频时相关性来感知声音。这说明大脑其实是在像看运动物体一样实时处理听觉信号。这种捕捉音调的能力被认为是人类的出厂设置。无论是在交响乐中辨识旋律，还是在自然语言里区分语义，比如中文的四声势力中，音调走势直接决定了词义。这提出了一个核心疑问：大脑如何在嘈杂的声波中瞬间计算出音调是在上升还是下降？传统的追踪假说认为，大脑靠识别基频或追踪声音实体来判断升降，但在移除基频且不提供连续片段的实验中，传统理论失效了。画面中破碎的像素块象征着信号实体的缺失。这种现象暴露了以往认知的盲区，即人类在没有实体的条件下如何捕捉音调。研究者转向视觉系统寻找灵感。视觉侦测运动不需要追踪具体物体，而是依靠计算相邻网格局部的时空相关性。科学家假设听觉皮层也存在一张频率时间网格。通过类似的局部算法，大脑就能像看运动一样去感知声音。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科学家创造了剥离特征的赛博声音。首先生成无基频、无旋律的随机噪音包络，随后在频率和时间的两维网格上进行微小的平移与叠加，这制造出了极短的局部强度相关性，成功排除了所有长期追踪线索。最终信号虽像电视雪花，却包含了纯粹的运动方向。这些赛博声音被整合进一个2×2的对比矩阵中。实验将物理频移的方向与信号的相关性逻辑进行组合。正相关代表强度特征平移后保持一致，例如高强度平移到高强度，而负相关则是将强度特征翻转，例如从高强度平移为低强度。这套矩阵为后续测试大脑的识别逻辑提供了基准。在正相关信号的测试中，解码结果非常完美。当物理信号向上平移时，受试者准确听出了上升音调。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受试者的判断准确率均超过了 90%。这证明，即使在没有旋律和基频的条件下，大脑依然能通过计算局部强度的正相关性，听懂声音的运动方向。然而，当信号变为负相关时，研究者发现了惊人的听觉反向错觉。此时，物理信号虽然向上，但人类听起来却在下降。反之，物理信号向下时，感知结果却是上升。这种大脑被欺骗的现象，完美复刻了视觉系统中的反向运动错觉。这证明人类听觉与视觉在底层破译逻辑上竟然有着高度的统一性。这种错觉并非偶然，而是大脑执行相关性算法的必然结果。图表显示，随着信号连贯性增加，正负相关的感知概率呈现出完美的对称曲线。当信号完全随机时，受试者的判断趋于抛硬币的 50%。一旦信号变得纯粹，大脑对正向或反向运动的判断就会变得极其确信。这印证了人类感知是建立在严谨的数学规律之上的。听觉系统还拥有独特的双耳整合机制。实验中，向左右耳分别播放毫无规律的随机白噪声，单耳状态下绝对听不出任何方向。但当听觉皮层将双耳信号进行时空重叠计算时，大脑中枢就能整合出清晰的运动矢量。这表明音调相关性探测器是跨耳双侧整合的，与视觉系统中单眼独立的运动检测存在显著差异。为了探寻听觉雷达的分辨率极限，研究者进行了点阵音压力测试。实验借鉴了视觉领域的随机点阵图，使用了大量持续仅50毫秒的超短音碎片。通过不断缩短声音碎片在频率间距和时间延迟上的尺度，科学家试图逼出人类听觉探测器的最高精度底线。这在极度稀疏且瞬息万变的声波环境中，对大脑的计算能力提出了严苛挑战。压力测试揭示了一个关键参数，即人类听觉系统的黄金快门。实验发现，无论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声音大脑感知的最高敏感度峰值都精准地落在40毫秒的时间延迟上。这意味着40毫秒极有可能是人类底层听觉运动检测器的固定系统快门速度。在这个时间尺度下，大脑处理声音方向的能力最为高效。在锁定40毫秒快门的基础上，
研究者进一步发现了听觉探测的高精度微操，频移的峰值敏感度出现在1/15个八度，也就是约 4.7 的微小频率变化。哪怕信号极其稀疏且短暂，人类依然能在此微小的频差中实现精准捕捉。这一高精度表现强力证明了一套独立于物体追踪的底层算法确实存在。这些证据彻底击碎了传统的追踪假说。在不足100毫秒的极短时间内，面对高度稀疏的负相关点阵，大脑根本无法拼凑出连贯的声音实体，因此大脑必然放弃了轨迹追踪，转而在相邻的时频坐标系上进行瞬时的局部相关性数学计算。这种被证实的计算模型让听觉处理变得更加高效且精准。科学家进一步拆解了听觉皮层的运动能量模型。这一算法首先利用神经元作为过滤器，捕捉局部频率和时间，接着提取信号对的关联强度，并进行平方等非线性处理。最后通过拮抗求和，也就是对立方向信号的相互减法，计算出最终的静运动能量。这是一套瞬间执行的高精密计算流，揭示了大脑处理声音的底层逻辑。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为这一模型提供了铁证。fMRI 数据显示，人类听觉皮层存在明显的方向对立减法机制。大脑并非独立处理向上或向下的信号，最终的感知输出等于向上神经元的激活量减去向下神经元的激活量。这就从生理上解释了为什么强烈的反向信号会打破天平的平衡，引发严重的听觉错觉。这种奇异的感知识别机制，如果仅存在于实验室噪音中，那就只是个有趣的魔术。研究者开始探讨这种能力在自然界中的进化意义。为什么大脑会进化出处理正负相关性的超能力？答案就藏在人类最常见的自然语言中。科学家试图从赛博噪音回归到真实的语音波段寻找证据。为了在现实语境中寻找密码，研究者对比了英语和中文语料库。实验提取了90分钟英语录音以及40分钟普通话录音，通过光流算法逐帧扫描频谱图，提取微小时间点上的真实音高变化，随后将这些物理变化方向与局部相关性算法的结果进行对比。这套处理流程能够精准地解剖自然语言中的隐藏逻辑。分析结果显示，自然状态下的语音中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模式。散点图揭示，无论是英语还是中文，高与高、低与低强度的正相关信号都与真实的音调升降高度一致，相关系数均达到了 0.5 以上。这说明大脑利用正相关机制，能够快速锁定他人语言中的情绪起伏与词义变化，展现出极强的生态适应意义。更惊人的发现来自于负相关分析。在真实语音中，向上的负相关模式往往伴随着真实的音调下降，这意味着实验室里发现的负相关错觉根本不是大脑的漏洞。大脑对负相关的反向感知，正是为了完美顺应自然界声音的物理规律。所谓的错觉，其实是大脑对现实世界物理特性的极致拟合。至此，研究得出了一个宏大的结论：无论是视觉捕捉物体的位移，还是听觉感知声音的起伏，人类中枢神经系统都在使用同一套终极统一算法，即对时空或频时维度下的局部相关性进行敏感检测。这意味着我们理解世界的底层数学代码，早在感官分化之前就已经写好。大脑跨感官模态的逻辑一致性，展示了神经进化的精妙之处。耶鲁大学的这项研究通过3大基石重塑了听觉认知时。首先是发现了全新的听觉反向运动错觉，证实人类具备负相关探测能力。其次是测定了解码的极限参数，即40毫秒系统快门与1/15个八度的极高精度。最后是揭示了大统一算法，证实视听觉在中枢共享局部检测逻辑。这些发现为跨感官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数学框架。